日本男性灵魂收割机金融诈骗女王玩弄120多位男性，诈骗27亿。白色露肩衫，黑色碎花短裤，头戴蝴蝶结发箍，粉嫩的妆容，一副元气少女的扮相。眼前的这个女人只有38岁，你相信吗？大耳频道一纳吉，我不信啊！因为这个标题上我都告诉你了，这人62岁。可是这位阿姨啊，可不是一个普通人，她能够把120多位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还能同时包养多个小鲜肉。还是跨国包养啊！他究竟有什么魔力，能活得这么放肆？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山边结子的一生经历啊。故事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他还年轻的那个年代。1955年，山边结子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义成町的一个普通家庭。义成町是一个人口只有3万人的小城，父亲是大巴车司机，母亲是家庭主妇。结子从小就非常有男人缘，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就有男同学们过来抢着帮他拎书包，也不用亲自动手劳动啊，卖个萌撒个娇，就有人帮他解决问题了。有时候就算犯了错误啊，比如说逃避值日劳动，被男老师抓到现行，马上就会拿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哎呦这让老师都不忍心太过责怪他。而且他经常向身边的女同学炫耀，凸显自己非常受欢迎和与众不同。在听到别人羡慕的称赞时，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非常大的满足，逐渐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认为自己就是很有魅力的存在。但是在他高中毕业之后并没有继续选择上大学，而是到了一家医院工作，可依然会周旋于各种男人之间。非常有异性缘的结子也让父亲感到有些纠结，就如果一直放任下去只会惹来更多是非，那干脆就让他就早点嫁人算了。在结子的世界里，一家之主的父亲是非常威严的，他很听父亲的话。于是在19岁这年，结子被父亲安排相亲，对方是一名汽配厂的修理工人。相亲过程还是很顺利，尽管那时候的结子对婚姻并没有太多概念，但还是依照父亲的旨意和这名修理工结婚了。丈夫为人老实本分，两人婚姻还是很幸福的。婚后育有1儿1女，在这段时间里结子一直都是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她也慢慢的开始看清了生活的真相，没劲，无聊。因为有一种东西就是深深的刻在她骨子里的。外面的世界还那么精彩自己真的就甘愿一直这样安分守己、相夫教子吗？但是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就彻底打破了他这一层无形的枷锁。自己的父亲病逝了，在他的意识中，自己和花花世界的最后一层阻碍已经没了，终于可以没有顾忌的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即便是生了孩子，结子的魅力依旧不减，因为丈夫经常出差，她就会在这段时间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到各种社交场合，和多名男子保持着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越到后来，她不再顾及丈夫的颜面，也不再顾及家庭，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了30岁，终于和丈夫离婚了，并让丈夫抚养儿女。由此，她开挂的人生正式拉开了序幕。恢复单身后的结子如脱缰野马，游走于各式各样的男人之间。她既想得到别人对自己暧昧的那种满足，也想从他们身上捞钱。比如她会出现在各种高档场所钓鱼，专门寻找那些有钱的男人。虽然自己的样貌还不够出色，但是经验老道的她手段非常高明，只要遇到合适的对象就会主动搭讪，而且表现得相当开心，也像一个少女一样蹦蹦跳跳的。过程中假装不经意的进行一些肢体触碰、撒娇、眨眼、歪头看着对方，露出甜美的笑容，这无所不用其极。那当然光靠这些还是不够，因为想达到让对方心甘情愿为自己花钱的程度，还需要做更深入的工作。他会将不同场合接触的男人全部分类，进行详细的分析，然后根据每个男人不同的性格来分析出相应的软肋，从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自己的化妆、造型、穿搭各方面都进行设定，让自己变成对方理想女性的模样，在摧枯拉朽一般攻克男人们那层空虚的堡垒。而他这套方法确实有效，只要他想要的东西钱、车、珠宝，什么都可以从男人身上得到。这样不断去扩充自己的人脉，自己钓鱼的技艺越发高超。在33岁的时候，交往了熊本县当地的一位社长，还迅速累积了一笔资金，整个人也上升了一个层次。他利用这些钱，在当地租金最高的商业街开了2家酒馆，在自己经营的场所里可以遇到更多有钱人，这让结子如鱼得水。
身边的资源再次得到了扩充，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去陪伴各种男人，而且还能做到脚踏多船，统筹兼顾，不让任何人察觉到异常，这就了不得啊！可是他的占有欲也是很强的，对待别人的背叛，他就显得很在意。之前提到熊本县那个有钱的社长啊，我们就叫他熊大好了。杰子发现熊大好像逐渐对自己失去了兴趣，这让他的自尊心呢非常受打击。有一次就偷偷的跟踪熊大，结果发现了他居然有了新欢。长江后浪推前浪，新欢比杰子还要浪。这种年轻漂亮的资本呢，是杰子完全无法比拟的。但是杰子那么多年的工作可不是白做的，遇到问题就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啊。为了挽回熊大的心，他决定挑战一下对方的软肋，把对熊大的思念全都写成了诗歌。想见面，想听你的声音，就这样抱着手中的话筒蹲坐在那里，把自己对熊大的相思之情全都写进了诗里。虽然咱们不懂这是一种什么诗，但是他却能以原菜子的笔名出版短歌集，作为一名诗人出道了。而且熊大和其他冷落杰子的男人居然真的被感动到重回他的怀抱，继续为他一掷千金。杰子在逆境中获得蜕变，撩汉技术在实践中得到进阶。这个事情证明，男人到了一定境界，也不只是注重年轻美貌，更注重的是灵魂。那些丢了灵魂的有钱男人，甚至愿意为了他去离婚。杰子的前半生可以说是阅人无数，终于在47岁的时候，杰子在老家熊本县花了1亿日元盖了一栋豪宅，和妈妈一起住在里面。他给起名公主宫殿，俨然成为了上流阶层。他的交际圈也从商界渗入到了政坛，勾搭上了一些有权势的政界人士，不择手段地搞到对方的财产。但他说自己从来不会主动和对方要钱，都是他们主动投怀送抱，然后赞助自己，就是完完全全被自己征服了，属于是。杰子已经成了一个十足的贵妇，生活也变得奢华起来，出门有各种豪车，最贵的珠宝奢侈品也成为了日常。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投资自己，花了800万日元去做整容和丰胸手术，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些。但这些其实都不算杰子花销最大的地方。杰子最喜欢的娱乐项目是找牛郎，他会经常去照顾一位牛郎的生意，每次去都要花费200万到300万日元。因为平时都要忙于应付那些老男人，所以也要尝试一些新鲜事物，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也就算是报复性找牛郎总之过惯了潇洒奢靡的生活，一时风光无限。那只是人生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杰子曾经帮朋友的公司做了担保，结果朋友的公司倒闭还跑路，欠下2000万债务没有偿还，而这笔债务就直接转移到了担保人杰子名下加上奢靡的消费让他的负债达到了1亿日元就在同一年，一直罩着自己的大佬也已经退休，没有办法再帮他摆平这些事儿。其他老铁也不愿意再为一个51岁的女人拿出更多钱。这时候杰子才认清了状况，面对无力偿还的债务他申请了破产。这种落差让杰子备受刺激他再次看清了现实，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小了，不能再靠那些爱来爱去的养活自己。不属于自己的山就不要去登，不属于自己的人就不要去等。记住一句话，谋爱之前先谋生。下一个计划就是搞钱。2010年55岁的杰子又不走寻常路，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搞起了民间借贷的勾当，以高额利息去诱惑投资人，然后分期返还本息。那现在来看，这种骗局已经是很容易识破了，但在10年前呢，正是风头正劲、监管不力的阶段，所以这个行业大行其道。除了承诺你高额的本息，你还可以通过拉人头作为下限，每拉来一个人呢，根据对方的投资金额会给你相应的酬劳。杰子用自己超高的情商去接待每一个投资人，业绩直线上升，并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多层级的金字塔。而处在塔尖的杰子成为了最大赢家。2011年，杰子谎称是夏普、东芝等大公司在民间的借贷主理人，并以这些大公司经济不景气，出现资金周转问题，向社会筹集资金。凭借自己的超高的演技，又骗到了不少投资人的信任。杰子的生意异常火爆，自己的资金池越来越大。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杰子就筹到了27亿日元。他就利用这种庞氏骗局，再一次站了起来。有了钱以后，杰子又回到了以前纸醉金迷的生活。2015年，60岁的杰子去了菲律宾旅游，看上了32岁的菲律宾牛郎，身高1.83米，身材挺拔威武，一身腱子肉。
在试用过后啊，感觉很满意，杰子果断出钱进行包养，在马尼拉给他买了一栋豪宅，但这都是有条件的。他们签订了一份契约，首先男方必须辞掉工作，远离除他以外的所有女人，并且保证今后不再交往任何女朋友。但杰子啊，在外面找男人不能被干涉，每个月都会支付小伙180万日元的生活费。如果牛郎违约，就赔偿杰子的一切损失。虽然这个内容就很离谱啊，但是小伙儿一样挑战自己的软肋失败了，只好委屈自己过每天住豪宅、每月180万日元生活费的枯燥生活。而杰子就频繁地往返于菲律宾和日本。那他在日本呢，还有一个23岁的嫩模男友。知道杰子在菲律宾有新欢以后啊，就直接飞到菲律宾和杰子要个说法。60岁的阿姨还能让小鲜肉为她争风吃醋，谁又敢说这不是真爱呢？不气盛叫年轻人吗？难不成只是为了那一句我给你加钱吗？有一说一啊，这句话真的好硬，至少可以平息杰子身边的情感危机。那可是另一边呢，随着雪球越滚越大，每个月的业务量却不断减少。当进账很难维持需要支出的本息之时，也就是这一座金字塔坍塌的时候，2015年的中旬，日本就有人开始察觉到杰子的金融骗局，并向警局报了案。杰子也预感到不对劲，选择跑路。曾经的一位老相识向杰子抛出了救命稻草，这个人也是熊本县的，我们就叫他熊二。那熊二也是被杰子洗脑啊，就一直安排他在自己家里躲避风头。就这样，他心安理得在熊二家度过了一段时间。但山边杰子啊，怎么可能是那种安分的人啊？他想起了之前在东京歌舞伎町认识的一位牛郎小伙子，于是以工作为由和熊二要了500万日元。杰子找到牛郎以后呢，激情放纵了3天，把500万挥霍一空。钱花完了不要紧呐，有熊二就够了。前后啊，不知情的熊二总共被杰子要去了4500万日元，成为了杰子在外找牛郎的最大赞助商。熊二发现真相以后啊，心想我这钱花的属实是有点太亏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咱们重新来过吧。结果在2015年圣诞夜，因为一次争吵山边杰子把蛋糕砸到了熊二脸上之后飞奔出去，再无音讯。那随后杰子就逃到了泰国又认识了一位31岁男子，再次陷入爱河。那当时61岁的他，儿子都已经过40岁了，他却谎称自己只有38岁，给男朋友盖了一栋大房子，还建了一个养牛场。除了负担男朋友的开销以外，还承担起了男友母亲的医药费。泰国男友是这样评价杰子的她是一个很亲切、非常可爱的女孩子。而实际上他早就发现了杰子隐藏年龄的事情但是他也想着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结果同样失败了，因为对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2个人在自家举办了一场不公开的婚礼，成为了夫妻。杰子年龄的秘密2人都心照不宣的避开，38就38只要生活过得去就问题不大。另一边，在日本，因为杰子诈骗的金额实在是太高，而且诈骗人数众多，日本警方发布了国际通缉令来逮捕杰子。直到2017年3月30日，跑路了快2年，62岁的杰子才因为诈骗和非法移民在泰国被捕。当时穿着白色露肩衫、黑底碎花短裤，头戴黑色蝴蝶结发箍，配合粉嫩妆容，俨然一副元气少女的扮相。当被捕的这个画面在日本电视台曝光以后，引起了一大波的吐槽。他是因为装嫩过头被捕的吧？那太辣眼睛了。归案之后他被引渡回了日本。山边杰子是重金请了律师，在审讯期间每次出庭依然会保持少女心，穿戴整齐，精心打扮，维持该有的体面。律师也确实帮上了大忙。2018年4月，他因为诈骗罪只被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他的诈骗金额竟然高达27亿日元，受骗人数超过120人，而且全部都是男性。男性灵魂收割机诈骗女王算是实锤了。对于被骗钱的受害者，他只是口头表达歉意，却并没有把赃款退还。她在服刑期间还不忘给泰国的丈夫写情诗表达思念呢，写了一首又一首。她说因为有这一份思念存在才让自己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按照7年的刑期来算，她再次自由的时候已经是七旬老人了。杰子的一生游走在不同的男人之间，男人的心里他怎么可能不清楚呢？一个为了钱才愿意和他在一起的泰国人，他真的会以为以后还能重新在一起吗？而且他因为非法移民罪已经被永久禁止进入泰国聪明的杰子是在用欺骗自己的方式，不愿意去打破最后一个泡沫，否则自己忙碌一生真的就一无所有了。
而实际上尽管他还有很多资产可是自己的母亲也在他入狱之后离世，子女们也不愿与他相见，他只能孤苦伶仃一人面对这难熬的牢狱生涯。其实在他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以后，就已经彻底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这是无论你拥有多少金钱都无法得到的东西。尽管劫子一生，阅人无数，却无法认清自己，不满足，不安分，不在乎年龄束缚的山边劫子，或许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才能彻底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这种虚无的人生真的就是自己想要的吗？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我谢谢你了。